大家好，欢迎来到林姐说 AI。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谷歌 Gemini 刚刚在8月初上线的一个新功能 Storybook。通过这个功能，你可以依托一句简单的话，就可以生成一本非常精美、充满画面和文字以及音频3位一体的精美绘本。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 Storybook 它的生成的能力和生成的绘本是如何的。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用谷歌 Gemini Storybook 生成的几本绘本。这本绘本讲述的是 Lily 这个小蜥蜴它攀岩的故事。整个的绘本它色彩特别的明艳，非常能够吸引小朋友的注意，而且它的绘本的故事内容和我们现实的生活都是非常的贴近的。你看这里的画面还具有 3D 的立体感。如果是熟悉儿童绘本的观众，会发现这个绘本的整体风格和 Eric Carle 儿童绘本的大师的绘画风格还是挺像的。它一共能够生成实验，点击重新开始，又可以回到绘本的开头。而且针对所有的绘本，谷歌还提供了多模态的音频生成的能力。点击右上角的这个听回复，它会自动的播放 Lily 音 the 频， lizard. 并 What's 且能 that, 够翻 Dad? 页。 asked Lily, pointing to a tall, colorful wall inside a big building. It looked like a bumpy rainbow reaching 如果 all 是 the 英 way 文 to 的 the 话，你会 ceiling. 发现它的整个的 That's 英 a 文的 climbing 发 wall, my 音 little 和 sprout, 语调还 said 是比较 Leo. 地道的。 It's like a secret mountain we can climb indoors, no matter the weather. A mountain? Lily whispered. 再给大家看看我生成的中文绘本。这个绘本讲述的是伊娃小朋友第一次游泳的故事。它的整个的情境和画面设计的都非常的优美，而且非常的童真和可爱。这里呢，你还能设置为中英文双语的。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伊娃小朋友不愿睡觉，和月光兔在睡觉前进行神奇冒险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伊娃小朋友和他的机器人一起进行火星探险的故事，充满了想象力和童真，也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谷歌 Storybook 的这个功能在8月初才刚刚上线，而且还在实验版，但是它的功能已经足够让我们惊艳了，而且它的实际效用价值真的特别高。第一点，它真的是一个解放父母的神器，它不仅能够生成漂亮的绘本，还带音频。我的女儿被它生成的这些绘本深深的吸引了，硬是被硬控了1个小时，没有来打扰我的工作。第二点，它真的是一个搞钱的好思路。对于谷歌这么大的公司而言，可能他觉得没有必要或者没有兴趣在这么小的一个功能点或者产品点上面去做放大，但是这个点上面我们完全是可以自己做成一个市场线的。我相信这里面是有很多信息差的。你完全可以对这个功能点进行批量的放大，去生成足够多的绘本去进行售卖，不管是电子版的还是纸质版的，里面都是有很多的信息差和机会差的。Storybook 这个功能的上线，对于绘本的市场可能是一次非常深的打击和一次重新的洗牌。我这2天使用 Storybook， 整体的感觉就是4个字：超出预期。大家一起跟着我来看一下和实操一下。首先，我们点击进入 Gemini 的入口，然后在左侧的侧边栏找到 GEM。我这里因为之前已经点击过这个功能，它就会直接出现在这个 GEM 的下面。如果没有点击过，它这里会没有，你就先点击一下这个探索GEM，就会出现这个界面。你可以在这里面找到 Storybook 这个功能，然后点击一下。它这里也是显示它在实验版，它也是8月初刚刚上线的一个功能。在和 GEM 对话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去指定我们的主题、目标的读者的年龄，还有期望的图画风格，它就可以帮你去创作专属的绘本。当然呢，如果这些主题、年龄或者风格你没有完全告诉它，它也会有系统的提示词。它整体已经优化过了，而且我认为它是学习过现有比较流行的各种绘本的风格的。主要目前这个阶段呢，我的感觉是它主要是在英文绘本这一块做了比较大的优化。我们等会儿可以一起看一下。我们先写一个简单的吧。我们这里来试一下啊，让他给我7岁的孩子创作一个和朋友踢足球的绘本。点击一下。大概等个2-3分钟，它就可以生成一个绘本，其实速度是非常快的。这里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提示词，如果我们希望生成复杂的情节或者指定的对话情节，你可以在提示词里面做详细的说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让 Storybook 创作的一些绘本。这个我是说帮我的女儿伊娃创作一本学习游泳的中英文双语绘本。
其实我这里的描述是比较宽泛的，我实际上只是告诉他了我的主题是学习游泳，顺带呢提了一下主人公，为了让他有代入感，他通常会把这个主人公设置为我指定的这个名字，这样子呢，小朋友在读绘本的时候会有一种代入感。大概2-3分钟的时候，他在这里就在 Canvas 在画布里面创作了一个10页的绘本，它是中英文双语的，你完全可以把它打印出来，然后和小朋友一起看，或者是说你可以使用无纸化的操作，用一个 pad， 这样他点击的时候就和看书一样。如果在他的整个 pad 里面，它就有20本、30本、100本绘本，这样绘本的成本价格是非常低的，你就根本不用花大价钱去买那些非常贵的绘本。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喜欢买绘本的这么一个家长哦，我的每一本绘本，像特别是英文的一些有版权的，大概是折合成人民币是要到20、30甚至40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女儿完全就不够看。那么有了这样的辅助，我觉得他是有看不完的绘本。你还担心他对学习这个事情不感兴趣吗？因为小孩子的天性就是非常喜欢看绘本的，不管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或是中英文双语的，你都可以去给他这么沉浸，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我们看看这个故事的情节也是非常的完善的。第一张图就是说，伊娃看这个水很深，感觉有点害怕，爸爸就鼓励他，快来我的小鱼。伊娃呢就把脚伸到水里面，哇，好冷啊，就缩了回去。接着呢，妈妈呢就鼓励他，让我们一起试试。在妈妈的带领下，他就进了泳池，紧紧地抓着妈妈的手。然后呢，爸爸呢就在水里面去吹泡泡，咕噜咕噜的教伊娃去学换气。伊娃呢学着爸爸的样子呢也学会了。接着呢，伊娃就在泳池边练踢腿。你看是不是挺符合我们实际学游泳的过程的？先试试水，然后学呼吸，接着学踢腿。爸爸就继续教他学漂浮。哇，伊娃就慢慢的去适应水，学会游泳了。伊娃小朋友就感觉自己是一个游泳健将了。看了这个故事的小朋友，是不是都会对游泳产生一个天然的兴趣和喜爱？而且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他们去克服对水的恐惧。所以我们在使用 Storybook 这个功能的时候，不仅能提升孩子的中文或者英文的阅读能力，还能够去解决特定的问题。比如说，我就和 Storybook 说，我的孩子伊娃到了晚上总是不愿意睡觉。我希望能够创作一本绘本来告诉他需要早睡早起，需要9点钟睡觉。那绘本呢，就会从小孩子的角度去出发，去设计整个故事情节。比如说看这里，他就说为我的孩子伊娃写了一个名叫做《伊娃的神奇睡前冒险》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专门针对指定的年龄3到5岁的孩子准备的，希望帮助他养成晚上9点之前睡觉的这个好习惯。通过故事的方式，通过和他这个年龄段所匹配的一种方式，去告诉他我们想传达的某种道理。这种娓娓道来的方式，这种图文结合的方式，我相信没有小朋友是会拒绝的，而且他们会觉得睡觉了真的会有一个兔子跟他一起去冒险，他就很快的乖乖的主动的去早早的躺在床上睡下了。这个 Storybook 不仅是阅读能力提升的神器，还是一个带幼儿解决方案的一个沟通神器。不仅如此，因为 Storybook 的能力是构建在谷歌 Gemini 的多模态的能力之上的，所以呢，你可以把自己的照片发给他。比如说，在这里我就把我的照片发给 Storybook， 我以孩子的口吻说，这是我的妈妈 Kate 的照片，请写一个有趣的我和妈妈一起学轮滑的英文故事。你看，这里就是他基于我这张照片生成的这个绘本的主人翁妈妈的人物形象。你看一下是不是整体的感觉和玲姐的这张照片还是挺像的，整体的神韵都还是在的，而且我核心的一些特征包括短发呀、蓝色衣服，还有这个眼镜、脸型，整体上都还是比较符合这张人物形象的照片的。而且整体的故事呢还特别的温馨，这个绘本故事的创作完全可以基于每个人的生活场景，比如说你最近和你的孩子一起干的事情啊，你们一起经历的有意思或者很囧的一些难忘的经历啊，都可以把它制作成绘本。那这样的绘本故事对孩子来说它是熟悉的，但同时又是具有想象力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学英文读绘本，是不是会更加抓住孩子的注意力呢？ Storybook 绘本整体的渲染和优化，它还是基于英语这个语言的，所以英文听上去目前还是比较自然的。
而且整个的绘本是图画加文字加声音三位一体的去表达的。在这样的熏听和阅读下面，孩子的语言的学习的兴趣和能力也会上升的非常的快。在每个绘本的右上角可以点击分享和导出，我们可以直接把创建好的绘本这个链接复制下来，给到对应的人去阅读，也可以直接点击这里的打印，生成对应的打印文稿，它会形成一个 PDF 的文档。不过呢，它的中文语音听上去就有那么一些蹩脚了。比如说我这里是中英文双语的这么一个绘本，它既会讲英文又会讲中文，那么它会以中文的那个语调为主，大家可以听一下，就会发现一股 AI 味。 Eva 我们 wasn't 稍微听一 scared 下哦。 anymore. She was a swimmer. 你看这个中 Can 文 we 或 come 者 back 中英 tomorrow? 文双语的 She 这个 asked, 绘本的语音听 splashing 上去就 happily. 有那么一些蹩脚，不再会有很害怕了。强的这个机它器味。是一个游但是呢，泳健这个将了。事情呢，对于我们谷歌来明天还说真的能再来吗？不是什么难事儿，要把它优化出来很容易，因为它现在还在实验阶段嘛。后面我觉得它会很快的把这个优化好，而且呢，它现在的这个阶段在谷歌的 Gemini 的 APP 是不能够使用的。如果它在谷歌的 Gemini APP 上面能够使用，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更加方便了，并且我们在制作绘本、制作这个 Storybook 的时候，是可以指定我们的绘本风格的。比如说在这里，我想要制作一个攀岩主题的英文绘本，我希望它的风格去采用这个 Eric Carle 老爷爷的这个绘本风格，因为他的绘本的风格的色彩特别的明亮，非常的抓人眼球，很多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它很多年了都被奉为非常经典的这个英文绘本。而且之前我发现它生成的很多内容都是以描述叙述性质一点点去叙述下来的。我希望在这个故事中去更多的采用一些对话的形式，所以在这里我也会去强调，我希望故事中更多的采用这种对话的方式。这个绘本呢，就是莉莉小蜥蜴关于攀岩故事的绘本，色彩呢特别的明艳好看。在这里呢，我还继续问了他一下，可以生成什么样的绘本风格呢？他也告诉我，这里有很多不同的绘本风格，我们可以指定或者选择。他这里就提到了经典风格和现代风格。在经典风格里面呢，他提到了这些比较流行插画作者的一些名字，我们可以在生成绘本的时候去指定你比较喜欢的这个风格作者的一个绘本。我刚刚提到的 Eric Carle 也在这里展示。强烈的建议大家去 Gemini 的 Storybook 上面去尝试一下这个功能模块。我也期待谷歌把中文的这部分的优化和集成，语音这个部分做得更好一些。同时呢，我能够在 Gemini 的 APP 端使用这个能力。今天就聊到这里，记得关注林姐说 AI 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